好了，今天的直播就这么快快乐乐的开始了。但我今天也要跟大家讲，我有吃了端午节的粽子，很开心，有信公的粽子，还有我自己跑去买的潮州粽啊，不对不起，湖州粽。湖州粽就是那种有很大肉一整条，没有其他料的那种粽子，我个人觉得吃得很开心。那今天的题目呢，我们先跟各位说啊，标题很简单，叫做民进党为什么一直赢？这是青花叶网友特别赞助定制的一集题目，各位可能都不知道，我一直讲也没人要做。你们如果对什么题目有兴趣，你只要预算够多，麻烦抖内来汇款来，我就会帮你做一集。那我还要再特别强调的是，这一集呢所使用的 AI 模组已经被美国国务院以国安为由停止输出，它用的是Anthropic 的 Cloud 里面的Fable 5，所以如果要以深入分析或者是这个特别的逻辑推演的话，短时间可能没有这么强的系统了，因为美国的这个国务院跟美国国防单位用恐有国安疑虑之余呢，就把这一个系统给封锁了。本来是说可以用到6月22号，但没想到根本用不到就没有啦。那这个也真是意外，但是也幸好我们把这一集做完了。今天我们的工作不是骂民进党，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分析、解释，让你了解为什么民进党永远都会赢。他不是比较高尚，他也不是比较有能力，他只是比对手更懂一件事情：权力才是唯一的信仰，而他的对手蠢的跟猪一样，甚至我们这样讲，猪每天还知道要吃馊水，要吃饲料，但他对手不知道。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这是少见的我们专谈国内政治的定做的一集，也谢谢青花叶网友，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线上，但是他很认真的2周前跟我定做之后，我花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去收集资料做出来的。那我们会从民进党的创党最开始一直跟各位说，而且坦白讲，你即使你是绿营的，你也要听；蓝营的你更该听。所以你就知道，我现在几乎就可以下定论：各位，好好过你的人生，好好过你的生活。2028年呢，多半还是赖清德，因为民进党会赢，而他的对手不会赢。就这样子，因为他赏罚分明，他该给的钱也会给，他也喜欢用死士，他喜欢用任何能够执行、愿意执行、能达成他们目标的武器，这个才是精彩的地方。所以我们从最早的故事开始跟你说，我们今天会讲到费希平、邱毅人、新潮流的18飞鹰、新境界文教基金会预算法第62条之一。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了。街头起义占高坡，30年来唱党歌，最是无情权力客，赢家从不问对错。各位同学，我们先从一个数字开始讲起，558万。这是2024年1月赖清德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拿到的票数，听起来很多，对不对？500多万人投给他，但我跟你讲，魔鬼藏在整体得票率的百分比里，它是40.05%，4成而已。赖清德用4成的相对多数选票当上总统。在听直播的各位可能会想说，4成也不少了，赢就是赢。对，今天的重点就是赢就是赢，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是我们把这个数字放到历史的坐标轴上面，你就会发现，事情有一点不太对劲。但是我要讲，我一开始已经先说了，各位，
我已经可以告诉各位，2028年呢，你也不用太辛苦，你也不用太累。那因为基本上结果多半还是赖清德赢。我也不是要唱衰，我也不是要效忠，我也没有党的钱可以领。但是我告诉你，逻辑告诉我们，答案是这样，很遗憾。但你不相信吗？你不相信，我们就一步一步跟你分析，好吗？那这样子解释起来比较容易呀。那所以来，我先给各位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这个40.05%的得票率呢，不是很对劲的原因，是因为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李登辉拿下了54%的选票；2008年马英九拿了58%；2020年蔡英文拿了57%，史上最高票817万票。然后到了2024年，赖清德拿了40%。这是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的第二低，比他低的只有一个人，偏巧又是民进党的2000年的第一次政党轮替的陈水扁，39.3%。你发现了吗？你发现了吗？民进党2次赢得最难看的总统大选，最后都赢了，而且不止赢了总统，还连续执政。陈水扁那次开启了民进党首次的8年执政，而他虽然曾经一度被关进牢里，他现在还是活跳跳，他的生命力有多强？赖清德呢，则是获得了民进党连续第3任有史以来最长连任的时间呐。民进党以前从来没有连任超过2届吧，现在有。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更尴尬的数字啊，那这个尴尬的数字也不是说多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就跟各位讲清楚，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从数字来分析。同样是2024年这场选举立法院113个席次，民进党拿了几席？51席，国民党拿了几席？52席。各位有没有听错？没有，执政党在国会里是第2大党。国民党多他1席，加上民众党的8席，整个立法院是朝小野大。赖清德这个总统是一个在国会里面没有过半，政策动不动就被挡下来的总统。所以我们今天问题就出来了，一个只拿40%选票，在国会里沦为第2大党的政党，为什么被称为台湾最会赢的政治机器？我先把话讲在前面，今天这一集我不是要来骂民进党的，甚至我平铺直叙告诉你真相之后，你会觉得干你娘，民进党真的很厉害，难怪每次赢。如果你今天是来听我骂绿营骂得多痛快的，你今天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骂很容易，骂完你爽一下，骂我流量变大，那你明天起来什么都没变。但是委托我做这一集的网友，他讲得很清楚，他知道为什么，可是他需要有人逻辑条理冷静的跟他说到底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呢，比单纯的骂难多了。我们要分析解剖，看数据，用科学方法解析给你看。我们要把民进党这一台选举机器拆开来，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因为我跟你讲一句很现实的话，你讨厌一个对手，不会让你赢过他。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一群人在那边自嗨说：“嗨呀，讨厌民进党已经变成最大党了。”然后你他妈讨厌民进党内部还分裂，彼此斗争，最后嘞。讨厌民进党，心怀善念，积压进谏你只有看懂他，才有机会赢过他。蓝营这20几年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一直在讨厌民进党，但从来没有看懂民进党。民进党这台机器核心的关键有几个，我整理出4个来。第一个齿轮叫做道德存款。民进党从1986年创党开始，它是赤脚起家的，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
在台湾社会的银行里面存进了一笔巨大的道德资本，它代表的是党外，是反抗，是民主，是本土。这笔存款不止本金惊人，它还会生利息。而且民进党非常懂得怎么让它利滚利、利生利，越滚越多。所以嘞，第二个齿轮叫做钢铁纪律。民进党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派系，最有名的是新潮流系。这个派系恐怖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党中之党，组织严密到像一个列宁式的革命政党。它让民进党就算选输了，就算下野了，也会倒，但不会垮，它永远可以再复活。只要你没把他尸体拆散烧成灰，民进党永远会复活。第三个齿轮叫做制空权。民进党从非常非常早就懂得枪杆子重要，但笔杆子更重要。从智库，从英语人才到媒体，他建立了一整套论述的扩音系统。当你的声音比对手大10倍、100倍、1000倍，甚至在英文世界只有民进党的声音的时候，你说的话慢慢就变成常识。第四个齿轮最反讽，民进党靠的是对手的愚蠢、对手的自杀、对手的互相残杀。民进党很多场胜利，老实讲，不是他自己打赢的，是蓝营跟白营亲手送给他的。这4个齿轮咬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台精密到可怕的选举机器。而且坦白讲，对手自杀，民进党已经领先到他可以引诱他去自杀，而且他们还乖乖的去自杀。那所以你就别提了。那为什么说别提呢？因为你不了解他，你甚至不愿意理解他，你就永远只会输。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会一个一个把它拆解给各位看，解剖分析清楚，让你看清楚这台机器的每一根神经、每一条血管。因为只有看清楚了，你才会明白为什么一个只拿40%选票的政党可以让另外60%的人拿他没有办法。这个答案不舒服，但是真相通常都不舒服。我们开始好好的讨论。来，什么叫做道德复利？先跟各位讲啊，来，看到没有？党外世代用坐牢与血存下的道德资本，这是真的。你不要试图否认，没有，而且过去到现在也没有人胆敢否认。照这样子讲，你就知道状况是什么。这个谢谢 TikTok 那边简简单单做自己的抖内，也谢谢走走的抖内哦。你看吴永祥是对岸网友常来，他说不加入新潮流的人不是正统民进党，你错了。民进党里面100%的人都想要加入新潮流，但是新潮流只挑1/1000。你今天要讲的是新潮流是党中之党，是比民进党还要厉害的刚性政党。你以为他是正统民进党，你错了，他是生存派的民进党，他永远不会死。他自己有钱、有人、有战斗力、有公司、有运作的能力，他实际上不需要民进党，他也能活。我们先讲第一个要素，叫做道德存款。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开过银行的定存？你把一笔钱存进去了，时间到了它会生利息。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让利息再滚利息，叫做复利。
爱因斯坦据说讲过一句话，这个我有点存疑，但没关系，我们照说。他说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我不太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讲过，但是逻辑是对，逻辑是对的。民进党最厉害的地方是，他在30几年前开了一个户头，存进去一笔叫做道德的本金，然后他非常有耐心的，从课纲、从媒体、从话语权、从下一代的培育，让这一笔道德资本一路利滚利、复利滚到今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86年。那一年的9月28号，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一群人冒着被抓去关的风险，宣布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叫做民主进步党。在听直播的各位，你要知道那是什么年代啊？那是真会杀头的年代，那是现在这群青鸟当作零食一般说啊，我要戒严，我要戒严。台湾从1949年开始戒严，到1987年才解严啊。也就是说，民进党是在还没解严的时候抢先一步成立的。组党在当时法律上有风险，性命上有风险，这一群组党的人是真的把自己的人身自由赌下去。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被抓？这里有个关键人物，就是当时的总统蒋经国。蒋经国当时做了一个决定，他没有下令镇压，他选择了默许。后来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隔年1987年解严。所以你看，民进党的出身本身就带着一个非常强的道德光环。他是在威权的缝隙里面，靠着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勇气，硬生生挤出来的这个对抗强权、争取民主的出身证明，就是他存进银行的第一笔本金，而且这笔本金含金量非常高。Yvette 说，我在波士顿哈佛附近JFK 政治学院，就是约翰甘乃迪治理学院吧，很多人也考上。就马上被新潮流接触，承诺学费全包，未来选举费用全包，开始做人设的长期培养。新潮流非常厉害，非常会从你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培养人才。谢谢 Yvette 的分享，你说的是对的，就真是这样。我所有认识人里面，我只认识一个人，新潮流来接触他，要让他入流，而他拒绝。从此以后，这个人就一路走下坡，完蛋。他现在连政治人物跟 KOL 都不是了，就这么拒绝了一次，人家给你机会，你自以为了不起，你不参与，没有了。你也不要猜那个是谁，我也不会跟你讲。但真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来讲几个创党的人。民进党创党的时候有一个建党10人小组，后来核心是7个人在处理组党的技术细节。这里面有一个名字，各位年轻一点同学可能根本没听过，叫费希平。费希平是谁？费希平是一个外省人，1916年出生在中国东北，当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结果这样一个外省籍的老立委，跑去参加了民进党的创党。在那个民进党等于本省等于台独的刻板印象还没有完全成型的年代，费希平的存在告诉你一件事：民进党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跨越省级的，以反威权为最大公约数的结合。更有意思是后面这一段。民进党成立之后要选第一任党主席，费希平出来选，对手是一个叫江鹏坚的人。那时候他也很年轻，江鹏坚是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之一，标准的党外悍将。结果嘞，党主席选举票数是多少？江鹏坚赢，费希平输，差几票？差1票，13票对12票。你体会一下这个画面哦。一个外省籍的国民党老立委
在民进党的创党主席选举里，只差1票，差一点就成为民主进步党的第1任党主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民进党早些年的时候理想性压过一切的最好证明。那个年代的民进党问的不是你出身哪里，你什么背景，问的是你敢不敢跟这个体制对干。然后我们讲江鹏坚这些人是美丽岛世代的，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一群党外人士被抓、被审、被关，这里面很多人后来都成了民进党的中坚，他们是真的坐过牢的，是真的被审判过的。陈菊后来当到高雄市长、总统府秘书长、监察院长，他在美丽岛事件里是真的被收押、被审讯过，也被关过的。我讲这些不是帮民进党擦脂抹粉，我是要让各位理解一件事情，这笔道德存款的本金是真的，它绝对不是假的，它不是吹出来的。那个年代愿意站出来对抗威权的，都是把脑袋绑在腰带上的啦，他真的承担了代价。这是民进党后来几十年最雄厚的政治资产，而且花不完。但是各位同学，重点来了，存款的本金是真的，不代表后面每一笔从这个户头领钱出来的人都对得起这笔本金。这就是我等一下要讲的。这台机器最精明也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是，它非常懂得怎么动用这一笔道德存款。当年坐牢的人流的血，变成了后来很多根本没坐过牢的人可以一直提领的政治信用卡。我们先把这个伏笔放在这里，等到第3章我们讲陈明文跟曾文生的时候，各位就会看到这张信用卡是怎么刷的，完全合理，有恩必报，有仇必答。我们先把这个伏笔放在这里啊，那我们把镜头转到另外一个关键人物身上，李登辉，你等会啊，你等会啊。李登辉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啊，为什么？因为他逆势，不能说篡位，逆势崛起，然后一路铺陈，让民进党可以这么长时间执政。一讲到李登辉，很多人就会说，哦，他是按住民进党的那个人。这个说法对，但不精准。我们要把时序搞清楚，不然会被人家抓语病。李登辉在1988年蒋经国过世之后接任总统，他刚上台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分成2派，一派叫主流派，是李登辉这边的本土势力，另外一派叫做非主流派，是外省的传统的党国大佬。1990年有一场非常有名的2月政争，是谁在斗呢？就是这2组人在斗。李登辉怎么赢的？他用了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一步一步把非主流架空了。他后来还拔掉了行政院长郝柏村的军权。到了这个阶段为止啊，李登辉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国民党内部打赢本土化这场战争。他要的是把国民党从一个外省统治集团改造成一个本土政党。所以一开始李登辉根本不是要把江山让给民进党，他是想让整个国民党转换体质，变成比民进党还要民进党。他让本土派拿到政权，只是这个本土派他原本的设定是国民党里面的本土派。我这样讲啦，对岸网友你可以天真在那边瞎鸡巴讲，你说那又怎么样？干人家就是会赢啊！你对岸的统战部就是永远搞不清楚状况，永远都觉得那又怎么样？那你看看现在赖清德
让民进党第3次连任，然后那又怎么样？他下次还会赢的。如果你不愿意听，如果你吸收不了，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敌人是什么，那又怎么样？还是输。没有人会站在你那边，因为你没用脑。冷静一点，仔细思考一下，民进党也不会一直赢，他只要对手一直输就好了，你懂吗？现在在台湾的民进党的对立面，他只有一直输的宿命啊！他的能力不行，他的战斗力也不行，一堆背骨仔，一堆卧底的人，你说怎么会赢？先不讲，我们不要被这个东西拉走了。为什么后来李登辉变成按住民进党？因为到了后期，事情变了。李登辉推动审，把宋楚瑜的台湾省政府架空，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他在1999年提出两国论，最后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国民党分裂，李登辉被自己一手领导的国民党开除党籍，他干脆另外自己搞了一个台湾团结联盟，台联，也不错，对不对？你看出这个转折了吗？李登辉对民进党的按住，是他在国民党内部的本土化工程。本土化工程有做，可是问题是不够成功，甚至最后导致他斗争失败。但没有关系，妈斗争失败，我就让外面的人赢啊！李登辉对民进党的按住，是他在国民党内部的本土化工程，到后期跟国民党主体决裂之后的结果，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但李登辉足智多谋，一直转，一直转，转到最后，他从头到尾的目标没有变，都是本土政权。民进党只是最后接收这个遗产的人，但不管过程怎么样，结果是民进党白白捡到了李登辉替他铺好的一大段路，国民党从内部被掏空了一个本土的根，这些根后来大半都长到了民进党那边去。只是民进党为什么非灭柯文哲不可，就是因为这一些本土的根又有一些后来长到民众党那边去了。来，这就是民进党道德存款的第一层复利，本金是党外系统开始就存了，但李登辉这个国民党的总统意外帮他加了一大笔利息进去。好了，讲完意外捡到的利息，我们来讲民进党自己主动去存的那一大笔。这个我认为是道德存款里面最厉害，也最被蓝营忽略的一块。我们把它叫做文化长征。你知道，我是从这本书里面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在美国，这是川普拿来执政的学术角度的切入点。我们的书城里面有卖，我强烈各位去买来看，非常硬。可是他告诉你，到底要怎么样子用左派思想长时间进入娱乐圈、学术圈，然后让这个文化长征最后把民主党扶到正确的位置，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来，各位同学啊，打仗有2种打法，一种是抢地盘。今天我攻下这个县市，明天你攻下那个县市，这是看得见的。但还有一种打法是抢脑袋，是改变一整代人从小到大相信的东西。这种打法看不见，10年起跳，很慢，可能要花20-30年才能看到结果。但一旦成功，那个威力是核弹级的，会把你的敌人连根拔起，他的正当性全部瓦解。因为你改变的不是一场选举，你改变的是下一代人觉得是什么是天经地义。我跟你讲，我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状况。
当你被洗脑久了，你身边人都洗脑，你会不敢站出来讲话。而当你不敢站出来讲话久了，你就会默认这个状况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先讲民进党，或者说整个本土阵营非常有耐心的打了这场25000里的文化长征。各位同学，课本这个东西威力很大，所以我们先讲课纲。你15岁的时候，课本告诉你的事情，你会记一辈子，而且你会觉得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实。谁能决定课本写什么，谁就能决定下一代脑袋里面装什么。这里要讲一个常常被搞混的时间线，我特别去查证了，避免讲错。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很多人搞错了。你讨厌你的敌人，但你不要讲错，好不好？来，谢谢景浩兄送了10个汇集，希望大家幸运都可以拿到。来，我跟你讲，2014年，注意，这个是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教育部推动了一个叫做课纲微调的东西。调整高中的历史、公民、国文，这个微调呢，方向是往中国史观靠的。比如说，把日本统治改成日本殖民统治，微调228的篇幅报道。结果这个课纲微调，当年引爆了巨大的反弹。因为他的程序被质疑是黑箱，课审会投票，据报道只有15票通过，被批评只占全体委员大概1/3，而且检核小组的召集人是统派学者。唯一的，到了2015年哦。爆发了反课纲运动，一群高中生站出来抗议，7月还一度冲进占领了教育部。这场运动里面发生了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一个叫林冠华的学生，反课纲的发言人，在2015年7月30号，在自己生日那一天，在家里烧炭走了，得年20岁。各位同学，讲到这里我要停一下。这个地方我不开任何玩笑，一个20岁的年轻人，因为一场关于课本的运动走上绝路，这是一个真实的、不该被当作政治筹码的悲剧。无论你政治立场在哪一边，一个20岁的生命在生日那天结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沉重的。我们记住这个名字，林冠华。也记住了，从那之后，民进党对他不闻不问，仿佛忘记10年了呢。你觉得民进党有没有年年追思他，年年回忆他？没有，因为目标达成了。各位啊，我讲这一段是要让各位看到课纲这个战场有多么真实，多么惨烈。它不是书呆子在会议里面吵的小事，它是一场真的有人付出生命的战争。然后我们看结果有没有效？有效。2019年呢，108课纲正式上路。各位，这个时候是蔡英文执政了。108课纲在历史科做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过去历史课是本国史、中国史、世界史的架构，108课纲被改成了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中国史不再是独立的本国史，而是被放进了东亚史的脉络里面。
我跟各位讲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改变啦，你不用去争论它对不对，你光看它的效果就好。从2019年开始，每一个在台湾读高中的小孩，他脑袋里面的历史地图预设就是台湾是主体，中国是东亚的一部分，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世界观会跟着他们一辈子。20-30年后啊，这些孩子长大投票，他们不需要任何人去说服他们，台湾是台湾，因为这些从他们15岁开始就是课本上的常识了。这就是文化长征的可怕，它不争一时，它争千秋啊！它不跟你吵今天这一票，它直接重写了20年后的常识。语言也是一样。2019年呢，立法院通过了国家语言发展法，总统在2019年1月9号公布。这个法把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台湾手语都列为国家语言，而且依据这个法，本土语言在111学年度，也就是2022年9月开始正式进入国民教育，变成必修。我告诉各位啊，身为家长，这他妈搞得大家很为难，一下子勾选你要学的语言，大概要勾个3、4、5、6、7、8种，而且90%你将来绝对用不上，但是你就要花时间学，学校就要花时间编教材、编教师人力，然后未来永远用不到。来，我没有在说这件事是好是坏，保护本土语言呢，本身有它的文化价值，有机会再开另外一集谈，你有钱来抖内再说。我要讲的是政治效果。当一个小孩从小在学校里面是用国家语言这个框架去认识台语、客语的时候，那个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多元的、小小多山的国家的认同感，是被一点一滴润物细无声的灌进去，就像沙子掉到门里面一样。最后讲影视，各位同学呀，这几年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的影视作品越来越敢碰政治、碰社会议题了？我举2个例子，都是可以点名的作品，而且这2个例子所站的边呢，当然就是出钱人是老板的那一边。2019年有一部很红的电视剧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戏拍的真的好，我必须要说，它从一个无差别杀人事件切进去，讨论死刑，讨论精神疾病，讨论整个社会到底有没有错，到底本体是怎么样。但妙就是妙在，整个事情讨论完了，他还是站在政府那一边，政府告诉你什么他就做什么。这部戏背后有文化部前瞻计划的补助，大概4300万。2025年又有一部剧叫做《零日攻击》，我常讲是在北监，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连监狱里面的犯人都很讨厌这部片，因为他妈超难看。结果这个英文叫做 Zero Day Attack 的，直接以中国解放军要打台湾作为故事前提，讲战争爆发前那几天台湾社会的样子。这部戏啊，我查过它的资金结构，他拿了文化部黑潮计划的补助7100多万，再加上文策院，也就是国发基金的投资4100多万，光是政府相关的资金加起来就超过1亿1000万。而他的导演过去从来没有导过任何的戏，他的导演以前是拍蔡英文纪录片出身的。来，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现在心里可能会说，朱大拍个戏而已，有需要这样算账吗？有的，因为这就是长征的一部分。当政府的资源源源不绝的流向能够强化特定世界观的文化产品时，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文化空气就会往一个方向飘。哎呦，
他平常不关心政治，但是他妈你就要去看一部电影，他愿意去看，看完之后就妈彻底被洗脑。废死是对的，因为杀人一定有理由，杀人很可怜，我们不可以就把他丢到垃圾分类那边去处理掉了。看你讲简单，死又不死你。创作者为了要拿补助、要生存，自然会去揣摩那个旋律，跟着他起舞。我不点名是哪些创作者，但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越来越多台湾的创作者只会拍同志片、男片、恐怖片、黑帮片，然后越来越难看，因为政府都只补助这些片。你要谈林义雄他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马上被全员追杀到挂，连你在里面演戏都要出来告导演，你说开不开心？大家心里有数啦。这就是道德存款的第二层，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复利。民进党不止被动的花当年党外世代存下的本金，他还非常主动的用课纲、用语言、用影视去印钞票，他在制造源源不绝的新存款。所以各位同学，你现在懂为什么蓝营在论述上面永远打不赢了吗？因为这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辩论。当你的对手已经花了20-30年，把裁判、把规则、把观众从小到大相信的尝试，把舞台全部都改写一遍之后，你站上辩论台的那一刻，就已经输在起跑点了。蓝营到今天还在想，我这次选举政见要怎么写？民进党在20-30年前就已经在想，下一代人的课本要怎么写。这就是格局的差距，这就是道德存款，这就是30年的复利。而这笔存款到底被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提领出来？我们下一章就会看到，它需要一套非常严密的组织纪律来管理。那套纪律叫做新潮流。而且为什么所有在过去的8到10年的时间，你所有看到讽刺台湾政治的影剧娱乐作品，都他妈是外国作品？铁拳教育讲的是国会议员他的儿子在学校到处霸凌，变成小霸王。台湾有人敢拍吗？没有，是韩国剧《铁拳教育》拍的。一个政府从头到尾骗你，明明世界就要毁灭了，他告诉你说没事没事，因为高层的人早就准备好要逃跑了。这也是 Netflix 的片，叫做《千万别抬头》 Don't Look Up 啊，怎么没有台湾的片子敢拍？因为没有啊，因为拍了会被围剿啊，因为赚不了钱啊。就这样，这都是外国的影剧资源拍出来的，没有台湾人敢拍了。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啊，你讲的直接一点，我要告诉各位更直接的事情。这个事情超棒的，什么？这是我们敬爱的邱毅人。我们要讲一个民进党整台机器里面最反直觉，你以为左派政党最知道、最了解的应该是自由吧？不对，他们是钢铁纪律。我先讲一句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的话：民进党最强的地方，不是他执政的时候有多强，而是他下野的时候垮不掉。在听直播的各位，你想想看，一个政党选输了会怎么样？通常会怎么样？内讧嘛，对不对？输了大家就开始互相指责，你怪我，我怪你，山头各自为政，然后慢慢就散掉了。台湾有没有这种例子？有，而且一大堆。我们第5章会专门讲。但民进党不会，
民进党不会，民进党选输了呢，会像冬眠的熊一样把自己缩起来，但它的核心、它的骨架完好无缺，等到环境一变，春天一到，它又是一头完整的熊走出来。为什么？因为它体内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让它即使失去了执政这个最大的养分来源，也能靠自己的循环系统活下去。这个东西最有名的代表就是新潮流系。我们来解释一下新潮流系到底是什么。新潮流的源头可以追到1980年党外时期一本叫做《新潮流》的杂志，后来变成民进党内部最有名、组织最严密的一个派系。但你不要把它想成一般的派系啊 ，no， 它不是一般的派系。一般人想到派系就是一群利益相近的人松散的绑在一起，新潮流不是，新潮流的组织。新潮流的组织呢，学者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形容，它是列宁式的精英核心组织。列宁式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列宁当初搞布尔什维克党，他的理念是革命不能靠一盘散沙的群众，要靠一个人数不多但是纪律极严、信仰极坚定的核心精英团体。由这个集团去领导整场革命，这叫民主集中制，在内部可以充分讨论辩论，但是一旦做出决定，所有人的对外都必须口径一致，纪律严明，不准有杂音。新潮流就是这样运作的，它有严格的入会程序，你要加入新潮流，不是你想加入就加入，要有资深的成员引介。那个过程，外界形容的很传神，说像是信教受洗一样。它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有内部的决策机制，有派系的纪律，它甚至有自己的明星名单。新潮流的核心战将曾经被叫做18飞鹰。各位同学，你体会一下这个概念，这是一个政党里面的政党，党中之党。侯友宜在选举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其实这个鸡巴妈他讲的东西是抄韩国语的啦。侯友宜哪有这个智慧啊？他话都讲不清楚，他新潮流不占台湾北一半，不对啊，这个是人家灌给他的啦，谁灌的？你自己去问嘛。以侯的能力，是吗？会自己讲话都很难了，好不好？他说新潮流不散，台湾赔一半。先不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其实反过来证明了一件事情。连对手就认为新潮流是一个独立于民进党之外、有自己生命力的实体组织。我看过一篇报道，标题下得非常精准。他说民进党会倒，但他们不会垮。这句话就是整个第2章的核心。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就算民进党这个招牌哪天选到崩盘、选到下野，新潮流这个核心组织应该依然会存活。他的人脉、他的经脉、他的纪律、他的人才库不会因为一场败选就消失，他会继续存在，他会继续运作，继续培养下一代。等到大环境对民进党有利的时候，这个核心又会重新长出整个政党的血肉。这就是为何民进党冬眠之后还有可战之兵。在听直播的各位，现在心里可能会问，那这个东西跟他会赢有什么直接关系？来，我先讲，我们曾经专访过林正杰，也就是当初民进党创党的元老之一。民进党这3个字就是他取的。但是他在民进党成立大会前一天就被抓去关了，所以他没有竞选党主席，也没有出现在那个成立大会上面。他直接讲，第一个，新潮流强不强？非常强，而且根据他自己的估计，这个没有任何客观数据，这是他自己的估计。他现在过世了，我们也没办法查证。
他说新潮流的小金库，也就是不管状况怎么样，新潮流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企业、自己的集团，他的小金库呢有超过500亿新台币，所以你拔不掉它。他的党产呢不是党产，也没有人会去动它。国民党也蠢得跟猪一样，所以新潮流怎么样就可以活下来？他可以活过1个任期4年，他可以活过2个任期8年，他都不会饿死，他还活得很好。所以你被他吸收了，他保你读书吃饱喝足，然后能够进入党中央，能够安排议员民代进入中央执政。因为他保你吃喝，养你一辈子。来，我们先讲新潮流有一个叫做白血球性格。各位同学，你身体里的白血球是干嘛的？平常他们在血管里面到处跑，看起来没在干嘛，但一旦有外来的病菌入侵，所有的白血球会在第一时间全部冲向同一个地方，把那个入侵者包围消灭。对内他们不会互相攻击，对外他们瞬间团结。民进党就有这种白血球性格，他内部斗得可凶的，派系之间抢资源、抢提名、抢位置，初选的时候达到头破血流，难看死了。但是关键在这个但是，一旦初选结束，一旦对外的选战开始，它会瞬间切换。输掉初选的人，至少在表面上会全力去 support 赢的那个人。为什么？因为党有纪律。你如果初选输了，还继续扯后腿，继续搞事，党会处罚你，会把你冷冻起来。反过来，如果乖乖团结为党牺牲，党会记住你，判刑了、坐牢了，我都会回报你，会给你安排好位置，会给你好的果子吃。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打完内战可以马上一致对外，他把对外求胜这件事情看得高于一切内部恩怨。再来，民进党绝不容忍所谓的叛将。我先告诉你一个结论：这一次选举，所有脱党竞选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除非你是很小咖那个角落中的角落，否则凡是市长、凡是县长，你敢脱党竞选，你一定不会选上。民进党的纪律会保证，我就算让对手赢，因为这是一个小单位的选举，我也不会让背叛者可以选上。这个才叫真正的战斗政党。你敢背叛，我就把你彻底毁灭。你看看以前郑宝清不是脱党竞选，以前还有无数人脱党竞选，还有许信良都脱党竞选啊。现在嘞，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一次脱党的民进党的候选人，第一，他已经不是民进党；第二，民进党绝对不会让你当选。第二个层面更现实，叫做选举党。这3个字不是我发明的，是民进党自己讲的。1998年新潮流的核心人物之一邱毅人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我认为是理解整个民进党最重要的一把钥匙。他说，民进党是选举党，选票就是答案，再现实不过。来，各位同学，你把这句话念3遍。民进党是选举党，选票就是答案。民进党就是选举党，选票就是答案。民进党就是选举党，选票就是答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对这台机器来说，没有什么比赢得选举更重要的事情。
意识形态可以调整，路线可以转弯，脸可以不要，只要最后能拿到选票，选票就是唯一的真理，选票就是答案，再现实不过。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可以一下子反核反到底，一下又有新的核能，务实的让核能重启，可以一下子喊台独喊得震天响，一下子又维持现状，说现在中华民国就是台独了。因为对一个选举党来讲，这些都只是工具啊，工具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信仰的。他唯一信仰的东西叫做权力啊。所以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现在应该开始懂了，为什么这台机器这么会赢？因为它从骨子里就只为了一件事存在，赢。它没有包袱，没有偶像，没有不能放弃的坚持，它只有一个问题：这样做能不能赢？对比一下蓝营，蓝营里面有多少人自命清高，觉得我有原则，我有格调，我不去用那种手段，结果嘞，结果就是一直输。我讲这么一句很残酷的话，在政治这个丛林里面，一把能砍死敌人的刀就是好刀啊！你不要嫌它不够优雅，民进党非常懂这个道理，蓝白到现在还有一堆人不懂。还在那边讲优雅，你他妈选赢了就是最大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啊！你还在那边讲赢才是一切，民进党非常懂这个道理，蓝营白营到现在还有一堆人不懂，所以你看新潮流这种列宁式的钢铁纪律，加上选举党这种把胜利当成唯一信仰的性格，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就让民进党变成一台打不死、会冬眠、醒来还是一条好汉的机器。但是各位同学，钢铁纪律有一个代价，为了维持这种为党牺牲必有回报的纪律，党就必须真的做到照顾自己人。你要员工卖命，你就得让员工相信跟着你混，最后一定有好果子吃。那民进党是怎么照顾自己人的？这个照顾可以照顾到什么程度？甚至连犯了法被法院定罪的人都能照顾吗？我们接下来要告诉各位。但是 Jane， 你连会员都不是，而且你问的问题很北七，但是我还是回答你。我今天心情好，线上人数现在有1100多人，我回答你那愚蠢的问题。但是邱毅人老了，赖清德会听他的话吗？你太蠢了，要不要看一看我背后的这一个标题？邱毅人最近又出来解释赖清德的意思是，赖清德主张两岸维持现状是延续蔡英文路线。怎么样？赖清德不需要听邱毅人的话吗？赖清德可以不要听啊，但是他救命时期要靠邱毅人出来救命啊。因为两岸包含了美国，现在都不相信赖清德了，他们只相信邱毅人出来讲，他继承的是蔡英文的路线。所以你说他相不相信邱毅人？他听不听邱毅人的？不听了啊！哪一任总统不听邱毅人的话？你应该要这样讲啊！你应该要这样讲啊！你听懂了我说的话才知道。而且我再多送你一件，干！如果各位听啊，我接下来透露一个秘辛，你觉得好的话，麻烦抖内。我直接告诉你，刚也有另外一个网友说，那如果这个新潮流这么厉害的话，为什么上一次选举不取代蔡英文自己推人出来呢？我告诉你背后的真正原因。因为新潮流当时手上没有会赢的人，他们担心自己如果出来压这么大，赌这么大，会出大事，所以就让蔡英文出去。而蔡英文出去，有人愿意扛这个箭靶，新潮流就全力支持。
新潮流全力支持蔡英文顺利当上了，可是第2届的时候，新潮流有一点动摇，为什么？因为他放赖清德出来跟他同额竞选了，赖清德也是新潮流系哦，赖清德也是新系的哦，你觉得他会出来跟蔡英文竞选下一任总统？你觉得是巧合吗？不是，赖清德是台独金孙他们想要放这个人出来试试看。这茶不知道坏了，放出来试了之后，蔡英文加倍奉还，把赖清德打回石器时代之后，新潮流又安静了下来，因为阿卡塞说的没错，新潮流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走老二哲学，可是，在蔡英文第2任期快要出来选的时候，他的民调前所未有的低。所以新潮流有心动，新潮流容许赖清德出来选，他的心痒了。可惜当时的谋士跟政策跟能力不站在赖清德那边，所以一下子赖清德被打回石器时代之后，新潮流又乖了。因为棒打出头鸟，新潮流不用站在第一线，照样闷声发大财。那就是这个样子，好吗？他况你不要讲，你讲的是错的，不是党内有默许，是新系默许，党内不承认，党内没有支持啦。什么叫做党内有默许？干蔡英文就党主席啊，党主席默许你有另外一个人出来挑战他哦，不懂栽卖欧北共干这个东西讲出去了，人家以为是真的嘞，没有。当时党内没有默许，是新系容许，新潮流系容许，党内没有支持赖清德，但是新潮流系一个派系就抵一整个党，所以才会这样子，好吗？听懂了吧？来，我们接下来要讲下一章哦，下一章我觉得很精彩啊，这个是民进党经典的用人哲学，叫什么呢？叫做越有罪的人越忠诚，越听话的人越要赏赐。什么新潮流不保他，党内也不愿意，哇，功力唔办，你就唔办啦。新潮流是容许他出来试一试。那你觉得有哪一个民进党内部的人敢一个人对抗新潮流？就不懂了，请他妈不要在那边瞎鸡巴讲。你如果真的很懂，你有内线消息，你他妈可以告诉我，跟你认错。但是你知道的就是不对，没有党内默许这件事情。当时党内最多就袖手旁观，新系是容许他出来打，但是等到整个党调度完了，还是听蔡英文的，赖清德才被打回石器时代啊！好好想一想，来，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个非常指明的事情。蔡英文的模式也是这样子。各位同学，上一章结文留了一个问题啊，民进党照顾自己人可以照顾到什么程度？连犯了法被法院定罪的人都照顾得到吗？我今天给各位2个非常明确的名字，这2个名字不是传闻，不是政治指控，我用了8个 AI 特别查过，有法院判决，有判决字号，可以到司法院的裁判书系统里面查到了。我为了讲这一段，特别把判决字号都核对过了，免得讲错冤枉人。第一个名字，明文啊，明文，陈明文。陈明文是谁？民进党里鹰派的核心人物，做过嘉义县长，做过好几届立法委员，当过民进党的中常委。他的儿子陈冠廷呢，
之前曾经一度想要养猪，但是后来呢又不养猪了，变成立法委员，标准的政治世家。那他的案子是什么？时间回到他当嘉义县长的时候，嘉义有一个民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要发包，一个工程要发包，最关键、最机密的数字是什么？是底标，就是政府心里那个底价。这个数字照理来讲是最高机密，谁知道了底标，谁投标就稳赢。结果这个底标的数字泄露出去了，法院后来怎么认定的？我讲一下这个故事的走过的路。这个案子一审的时候，关于贪污图利的部分是判无罪的。到了二审的时候，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认定泄密这件事情成立，依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的罪判了6个月，可以一颗罚金。然后到了2018年12月13号，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定谳。我把判决资讯讲清楚，这个二审是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的判决，你是查得到的。所以嘞，我不是瞎鸡巴讲，我说的是对的。我不需要在这边把那一长串字号念出来让各位睡着，重点是这个案子泄密罪判了，定谳的是真的。好了，重点来了，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猜一个泄露工程底标被最高法院判决定谳的人后来怎么样了？被开除党籍吗？没有。退出政坛了吗？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吗？没有。判决定谳之后，陈明文继续当他的立法委员，一路当到2024年。在这个期间，他还是民进党的中常委，是鹰派的大佬。然后他的位置呢，由他儿子陈冠廷接棒，继续当立委。各位同学，你体会一下这个画面：泄密定谳，继续当立委、当中常委，然后儿子无缝接班，这在一般正常的政治逻辑里面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有罪定谳的人，政治生命应该结束了才对。但在民进党这台机器里面，他不但活得好好的，还能传给下一代啊！为什么？回到上一章那句话：为党牺牲必有奖赏。只要你是自己人，只要你对党有贡献，一个泄密的有罪判决挡不住你的仕途，这就是道德存款的提领。当年党外世代用坐牢、用血汗存进去的那笔道德资本，变成了后来这些人犯了错也不会倒的免死金牌。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名字哦，我们很熟呢，常常提到他，曾文生。这个案子更精彩，因为它完美的展示了什么叫做为组织牺牲之后党会给你奖赏的完整曲线。时间回到2010年，那一年凡纳比台风重创高雄，造成严重灾情。当时的高雄市长是陈菊。风灾当天，外界质疑陈菊的行踪，质疑他在灾情最严重的时候人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在第一线指挥救灾。我记得是也被关过、坐过牢的委员邱毅啦，邱委员呐，邱委员直接指控，干他为了这个跑法院跑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时候呢，曾文生跳出来了，处理了这个危机。当时是高雄市长办公室的主任，等于是陈菊的核心幕僚。他做了什么？根据法院的认定，他为了回应外界对市长行踪的质疑，指示了一个并不知情的观光局机要秘书，制作了一份不实的防救灾行程公文。简单讲，就是做了一份假的勘灾行程出来，要证明市长当天有在做事。这件事情后来被告发，法院怎么判？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依伪造文书罪判了曾文生，最后定谳的是一个更审的判决，刑度是拘役50天，可以一颗罚金，缓刑2年。一样，字号在司法院裁判书系统里面查得到，我核对过了。各位同学，注意一个案子的本质。他不是为了自己贪污，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是为了掩护主子，为了帮市长处理政治危机，去制作了一份不实的公文，结果被依伪造文书罪判刑定谳。这一位为了主子挡子弹留下案底的办公室主任，后来怎么了？缓刑早就期满了。我先讲清楚，
免得各位误会他在缓刑期间当官。缓刑期满之后，他的仕途一路往上爬。他后来做到了经济部的政务次长，然后坐上了台湾电力公司董事长的位置。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把这句话连在一起，仔细想想看，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事情。2010年，一个市长办公室主任为了帮市长掩护风灾当天的行踪，伪造公文被判刑定谳。10几年后，这同一个人坐上了台电董事长的位置，这个掌管全台湾电力年营业额好几千亿的国营事业龙头的位置，这就是为党牺牲必有奖赏最具象、最完整的一个标本。当年你为党、为组织留下的那个案底啊，不但没有毁掉你，反而像是一张投名状。谢谢华哥又抖了10个汇集。这就是为党牺牲必有奖赏最具象、最完整的一个标本。当年你为党、为组织留下那个案底，不但没有毁掉你啊，它就是投名状。党会用最丰厚的方式回报你的忠诚啊。我在这边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厘清啊。那这个坊间有一些其他的说法，说什么去泡温泉之类的。那法院白纸黑字认定的，我今天只有讲伪造勘灾行程、伪造文书罪定谳。我们把这两个案子放在一起看啊。陈明文是泄密定谳，继续当立委、中常委，儿子接班。曾文生伪造文书定谳，一路爬到台电董事长，一个证明了定罪不爱官途，一个证明了为组织牺牲必有重赏。在听直播的各位啊，这就是这台选举机器让人最不舒服，但是最有效率，而且保证会赢的齿轮。他用了一种完全比帮派还要帮派的逻辑在运作。只要你是自己人，只要你对组织忠诚，就算你犯了错，就算你留了案底，组织不但不会切割你，反而会保护你、重用你。这种逻辑对投效者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因为它给了所有跟着这台机器走的人一个明确的讯号：枪在手，跟我走，犯了错我罩你，立了功我赏你，你终究会有好果子吃。反过来看在野党，在野党出了事，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切割，赶快切割，撇清关系，把人推出去，自命清高，生怕沾上一点污点。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真心替他卖命，因为大家都知道，跟着你混，出了事你第一个把我丢掉。而且我们还证明了，跟着在野混了，不如跟着党混。跟着党混呢，可以一路混到主持2、3个节目，然后赚得盆满钵满，各种各样的媒体都保你。但跟着在野混了，就是身败名裂啊！这个人，相信你各位自己知道是谁啊？姓李，我就不多说了。那你们自己知道，你看他跟谁，决定了他人生的发展。现在多起飞，多开心啊！已经成为一个重点的关键人士了。那如果证明什么？证明了跟对党啊，一帆风顺。各位同学，这就是组织向心力的差距啊！一个会保护自己人的组织，跟一个出事就切割自己人的组织，哪一个能让部下死心塌地？答案很清楚啊！我在北监遇到的各个公司哦，你知道里面都叫企业，叫公司，不会叫帮派。各个公司都会照顾自己人。我曾经看过好几次，去看病的时候，这个人跟那个人打招呼说：“你是哪一家企业什么堂的，对不对？”他说：“对。”那个什么哥叫我照顾你，我在哪里？你有事叫人找我，我会照顾你。这就是帮派呀！妈的，出了事
要有安家费，进去了之后要彼此团结，互相照顾啊。那如果你不能互相照顾，那你注定就是完蛋，回家吃屎嘛。那不用讲啊，哪一个让部下死心塌地？人家是完整照顾你，为了大哥扛罪进来有安家费，在监狱里面照顾你，甚至每一个人都寄了一堆菜，固定就是让你吃到变胖啊，让你有足够的蛋白质啊。当年党外世代又真实的牺牲了，存进银行的那笔道德资本，到了这里被提领出来了，变成了保护自己人免死金牌。这就是真相，它很有效，但是它也很伤人。对喽，所以我也想不通啊，跟在野混有好处，一点都没有啊，都狗屁呀！来，但是我们接下来又讲到更危险的东西啦。这个我直接这样讲，为党牺牲必有奖赏，这个从来不会变，因为这是这个党的精神啊。他一定要奖赏你啊！好了，这里还有一个更妙的一个状况，什么地方妙呢？就是我接下来要讲了，扩音器垄断了，就是制空权才是这个关键。打仗的人都知道一句话。掌握制空权的一方几乎就赢了一半，因为你在天上看得到对方的一切，对方却打不到。华哥说朱璇做这一集太风险了，我跟你讲，我这一集讲得很老实啊，我就说你各位不要再做梦了，民进党这么会选举，2028年还是赖清德啦，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啦。你要做梦说什么大家一定要团结，把南部都拿下来。那你可以尽量做梦啊，但是科学告诉你不会发生啊，随便。所以，请大家多多旁观赖清德是怎么赢的，因为你今天已经学到了，好不好？我们支持赖清德，帮忙赖清德，成为赖清德啊！干不对，我们不能成为赖清德。所以啊，顺带一提，我们的那个带货的产品啊，都在置顶那个链接里面。有空，像这个快要卖完的烤玉米，还有最近带货带到爆炸的这一个，看好重，靠背，狮子香的芒果，我等一下拿束腰再把它全部带回家，把它吃光。然后还有那个好吃的罐头。什么麻辣烫等等等等，赶快下定，我们下个礼拜就会出货。打仗的时候很好用哦，各位。所以啊，我们这样讲，打仗也是很重要。干这个我在那边放3天呢，因为买来没时间吃，我现在肚子饿了，我要吃个甜点，希望它不会坏掉。干什么？红豆生乳铜锣烧，干生乳放室温3天会不会炸掉？不管，先试试看，希望不会。有点看不出来，请问这个是海苔还是发霉？干，我以为是海苔，他妈果然发霉了，靠背的。哎呦，幸好我悬崖勒马呀，妈的，差点就吃下去了。我还想说，红豆生乳铜锣烧为什么上面有海苔，是哪来的新东西呀？笑死人！我们要做人体实验了，妈干！我刚就怀疑怎么会有绿绿的东西，果然我错了。等一下拿去丢。来，民进党非常早就懂得空战的道理，他懂啊，光是会打选战不够，你还要控制大家怎么想这件事情，
要控制大家怎么想呢？你需要2样东西，一个对外的扩音器，然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对内的扩音器。我们先讲对外的。民进党有一个传统，从党外时期就叫做告洋状。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年党外人士被国民党压迫，他们在岛内没有发声管道要怎么办？他们往国外跑，去跟美国的国会、媒体、人权组织讲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透过国际压力回头来牵制国民党政府。这个传统养成了民进党一个非常强的能力，跟西方世界沟通的能力。他很早就知道怎么用英文，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民主、人权、自由去包装自己的诉求。执政之后，这个能力被制度化了。1999年，民进党成立了一个智库，叫做新境界文教基金会。这个智库底下呢，有一个专门的单位，负责国际事务、两岸战略的论述。它的功能之一就是源源不绝的向欧美日的学界、智库、媒体输出台湾观点。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今天西方世界看台湾，常常只剩下一种角度，因为民进党几十年如一日的经营西方的智库、媒体、学者，喂养他们资讯，提供他们论述框架。当西方记者要写一篇关于台湾的报道，他打电话问了台湾专家，很可能就是这个生态圈的人。久而久之，国际舆论场上，台湾就只剩下一种声音，这个是对外的制空权。现在我们讲对内的，这个更狠，因为它直接花的是你我的纳税钱。各位同学，我们先讲一个法律，叫做《预算法》第62条之一。这个法怎么来的？回到2010年期间马政府时期，那时候爆发了一个争议，政府被发现用纳税人钱去买新闻，就是政府付钱给媒体，媒体就帮政府写一篇看起来像新闻，其实是广告的东西，这个叫置入性行销。当时连资深的新闻工作者跳出来痛批这件事情，痛批当时。于是立法院修法，在2011年增订了《预算法》第62条之一，明文规定，政府机关编列预算办理政策宣导，必须明确标示为广告，不可以用置入性行销的方式进行。到了2021年呢，又修法把范围扩大，连网络社群媒体都纳进来，还要求政府要按月公布这些宣导费花到哪里去。法律写得很漂亮，对不对？对。听起来政府的手脚被绑住了，对不对？对。但是各位同学，魔鬼永远在执行的细节里。我们来看数字，根据立法院预算中心的研究，近年来中央政府的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费规模有多大？我讲几个查得到数字民国112年度公务预算加上附属单位预算合计接近20亿。114年度的预算案也是20亿上下的规模，一年20亿花在政策宣导上。谢谢出口物斗内的10个会籍。20亿是什么概念？这还只是中央政府账面上看得出来的部分，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立法院预算中心自己的研究就点出来了，这些媒宣费的采购很多是用限制性招标，而且得标厂商的集中度甚高。研究还发现，在媒宣费较高的那几个部会里面，前10大厂商名单中，连续3年有同一家厂商得标的超过一半。各位同学，你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官方的研究机构自己讲，钱很集中，流向固定的几家，而且常常用限制性招标这种比较不公开竞争的方式发包。那具体流向哪里？这里我要很小心的讲，因为这牵扯到具体数字的查证等级。在野党的立委呢，引用了工程会，也就是政府采购资料做了一个统计。根据这个在野党引用官方采购资料统计，从2016年到2024年，民进党执政这9年里，民视拿到的政府标案。民视台湾的眼睛300多项，
金额超过55亿，三立拿到的200多项，金额将近40亿，两家加起来大概95亿，平均一年10亿上下。我要强调，这个95亿的数字是在野党引用工程会采购资料做出来的统计，不是审计部或法院认证的官方定论。所以我们引用的时候要诚实，要标清楚它的来源等级。但就算我们保守一点，不看这个在野党统计的总额，光看立法院预算中心那句集中度甚高、限制性招标的官方结论，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公共的资源正在向特定的立场接近的媒体倾斜。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现在环顾一下台湾的媒体版图，你还找到几家是完全不接政府标案，可以毫无顾忌的监督执政者的主流媒体呢？我跟你讲一个很残酷的观察，当一家媒体每年有一大笔收入是来自于政府的标案的时候，他还能多用力的去监督那个发标案给他的政府，这是人性，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不是哪一家媒体特别坏，这是结构。当你的衣食父母是政府的时候，你的笔很难对政府下太重。所以民进党的对内制空权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是靠查禁，不是靠抓人，那太粗糙了。他靠的是预算，用标案，用宣导费，温水煮青蛙，慢慢的让越来越多的媒体在经济上跟政府绑在一起。这比直接控制媒体高明太多了。直接控制你会被骂独裁，但是用标案那叫做政策宣导，那是合法的，账面上完全合规，只是那件看不见的手慢慢的温柔的捏住了媒体的咽喉。只要政府说这是正常的政策宣导，不用担心的时候，各位同学你就需要开始担心了。这就是论述的制空权啊！对外垄断西方对台湾的想象，对内用纳税钱慢慢驯化媒体。当你的扩音器比对手大10倍、响100倍的时候，你说的话慢慢就会变成社会的常识，而你的对手连反驳的声音都传不出去。各位同学，到这里我们已经拆了3个齿轮。道德存款、钢铁纪律、制空权，你可能会觉得哇，这台机器这么强，那蓝营根本没救了嘛？先别急，接下来我要讲的第4个关键点，会彻底颠覆你的想象。因为民进党很多场胜利，老实讲，根本不是他自己打赢的，是对手亲手送给他的。不怕神一般的敌人，只怕猪一般的队友。来，各位，我们前面描述的好像民进党真的很厉害的样子，但问题是，在这个很厉害之间呢，他也没有办法赢，因为有很多时候绝对数字就是输。但是精彩的地方来了，精彩的地方是怎么搞的？精彩的地方在这里呀。民进党并不完美，但第4个关键问题不在民进党身上，它在对手身上。我们要讲一个残酷的事实，民进党很多场胜利不是他打赢的，是对手送的。我们从一个最经典的画面开始，2023年11月23号，台北君悦酒店，小弟那个时候也恍惚之间有参与一部分。那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呢？这是一个很好笑、很北蓝的一个状况。各位赶快记得按赞啊！才700多个赞哦，你这样像样吗？赶快，我们看今天人数这么多，能不能先破个1000赞，后面再说嘛？来，那一天本来应该是台湾在野势力历史性的一刻。国民党跟民众党、蓝营跟白营要谈蓝白合，合作推出一组候选人，共同对抗民进党。当时的民调很清楚，只要蓝白合成功，2024这场总统大选，赖清德几乎不可能赢。
所以那一天，柯文哲来了，郭台铭来了，马英九来了，国民党这边人也来了，一群人坐在台上，全程直播，全台湾都在看，看他们能不能谈成。结果呢？结果是一场灾难啊！各位同学，如果你那天有看直播，你会永远记得那个尴尬到极点的画面。他们在台上为了用什么民调、怎么计算谁正谁负，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吵起来了。数字怎么算，误差让不让，你进我退，瞧不拢。原本要展现团结的场合，变成了一场公开的难看的内斗。最后破局，蓝白合就在那张桌子上，当着所有的面散了。2个月后，赖清德用40%的得票率当选总统。各位同学呀，各位同学，我问你，如果那天蓝白合成功了，今天总统是谁？历史不能重来啊！但那40%的数字告诉你，民进党那一票是稳稳的4成基本盘，剩下的6成分裂在2组甚至更多组的在野候选人上面。这就是民进党相对多数当选的秘密。他不需要过半，他只需要对手继续分裂，只要蓝白加起来6成，永远凑不到同一个场身上。那4成就永远是赢家。在听直播的各位，现在心里可能会说：“那他们运气好啊，刚好破到蓝白合破局。”这不是运气，这他妈结构，好不好？因为4次都这种烂事，不止蓝白合啊，以前你还有没有看过？还有宋杯杯嘞。我带各位看一个更长的历史，你会发现这种在野分裂、成全民进党的戏码，是一出演了快30年的连续剧。我把它叫做第三势力的泡沫循环。哎呦，什么叫泡沫循环？来看一下这个动画30年以来，有3个泡沫，同一个受害者，也对，同一个受益者。来，第一个泡沫是新党。1990年代，国民党内部一群不满李登辉路线人出走，组成了新党。新党曾经红极一时，在台北席卷一片，然后呢泡沫化。随着泛蓝的板块重新整合，新党的支持者大半回流，新党就慢慢边缘化。第二个泡沫，亲民党，这个各位比较熟，2000年宋楚瑜，也是26年前了。宋楚瑜是谁？他是李登辉时代的台湾省长，当年动省呢，就是把他的舞台拆掉。2000年总统大选，宋楚瑜脱离国民党出来选，跟国民党的连战分裂了泛蓝的票，结果是什么？陈水扁用39.3%当选了总统。有没有跟2024年赖清德几乎一模一样啊？2次民进党都是靠着对手分裂，用不到4成的票入主总统府。宋楚瑜后来组了亲民党，红过一阵子，然后呢，一样的剧本，泛蓝整合，支持者回流，亲民党泡沫化。宋楚瑜后来选了很多次总统啊，4次都选，4次都得到了有趣的结果，就是你都可以预料到啊，就输啊。他的得票一次比一次少，最后变成一个政治上的背景音。他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他说那些政治人物呢，抢不到位置就反对。这句话他用来骂别人，但何尝不是在讲他自己的处境？第3个泡沫，现在进行是民众党。柯文哲创立的民众党曾经被很多人寄予厚望，觉得他能跳脱蓝绿，开创第3条路。结果呢，经历了2024年的蓝白合破局，经历了柯文哲自己的官司缠身，民众党现在的处境，各位都看在眼里，不用说，说了都是泪。新党、亲民党
民众党3个泡沫，3个循环，30年，每一个第三势力崛起的时候，都号称要终结蓝绿恶斗，开创新局，每一个最后都因为泛蓝板块彼此斗争、彼此挤压，还有自己的内部问题泡沫化。而每一次这种分裂跟泡沫，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永远是那个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的民进党。在听直播的各位我讲一句很重的话：民进党最好的盟友，从来不是他自己有多强，而是对手有多笨。我们对比一下两边的失败哲学。民进党输了会怎么样？我们第2章讲过，白血球性格会冬眠，核心不散等下次。他把重新执政当成最高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眼前的恩怨面子都可以忍。蓝白输了会怎么样？输的那个人往往不甘心，他会觉得不是我不行，是你害我的，然后做民调，然后做假的新闻，然后他就从一个健康的细胞变成一个癌细胞。人家民进党会变成白血球，他变成癌细胞，开始反过来拖垮整个阵营。当年的宋楚瑜，当年的郭台铭都被泛蓝的整合挤压掉，推出来的常常是连战、侯友宜这种，我讲句得罪人的话，缺乏那种不惜一切也要夺回政权的狼性的人。不要说没有狼性，他可能没有战斗性那这个到底要说什么？这到底要说什么？这没有救啊！不是我们瞎鸡巴讲，是就没有救啊！这个有什么好说的？那如果没有救，那也不会赢。你为什么一定要抢那个位置呢？那自然是钱，好不好？自然是钱。蓝白合为什么会破局？因为各回鬼胎，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我当正的，你当副的。没有人愿意为了那个更高的目标把政权抢回来，真正的牺牲自己。各位同学，这就是格局的差距再一次出现了。民进党清楚的知道，夺取政权才是最终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什么都可以忍，什么都可以放。而蓝白呢，他们把眼前的位置、眼前的声望、眼前的面子问题放得比什么都重。为了眼前那一点蝇头小利，看得比夺回政权还要重要，也就是那么6000万、1亿、2亿的钱，但是对他们来讲，比命还要重要。所以你问我民进党为什么一直赢？有很大一部分的答案是因为他对手一直在自杀呀。他只要站在旁边，纪律严明的维持住自己那4成，然后安静的看着对手把另外6成的票自己分裂掉，自己内斗掉，自己泡沫掉，这就是第4个齿轮。一个不在民进党身上，却替民进党运转了30年的一个关键。来，我继续念一下斗内一路讲到这边，这个讲着讲着都没有念斗内。来，我继续往下念了。坏到龙九说，请支持冰箱内无限繁殖种植，担任阿鲁巴老猪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猪祝福打气，谢谢。帮蓝色旋风说，上周补课完送上斗内小小敬意，顺便 diss 一下布布宝贝跟绿芹菜。布布宝贝谁呀？来，大王说，沈伯洋说话让很多人觉得有料，黄山料就让一堆人觉得无料就你花钱买黄山料的书，那不是无料啊！沈伯洋说话才是无料，好不好？不要付钱同样逻辑架构语言不同命版，难怪党总是赢。谢明峰说，搬空阿宅的仓库冲啊！你赶快下定啦！
来，帮帮蓝色旋风说太阳堂都呆大毕业，比猪还笨。不对，不要侮辱猪了。或许太阳堂根本不想执政，只想爽爽当地方势力。这个 James Chen 说小斗支持猪大，景浩兄刚抖了10个汇集，然后青花叶哦，这个我们当事人有来，谢谢你上次这个抖内的这个，我们今天这一个内容已经快要到最后面了。你如果觉得满意的话，就至少没有愧对你当初的支持，好不好？青花叶乙一说实在喜欢朱大每天推出的有料内容，但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内容很好听，好不好？但没关系，你各位就尽量按赞。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赞了，但是多按赞就把它推出去。我们现在的状况已经变成直播有一半的人，然后回看是一半的人，所以你不是现在看也没关系，回看也有有趣的地方。米斯拉开赛说小斗个目标，这种死忠的信仰有时候真的无法了解，就算被网军铁拳揍过，我可没有说是那位开箱世凯生日大桥转螺丝被追杀的那位，还是会支持他所支持的政党。那种说选党不选人，很大部分是当朝的支持者，但是当到选举的时候，还是支持他所相信的政党。其他在野党都是卖台，这已经根深蒂固了，脑袋都被灌孔孤立啦。米斯拉卡赛子说支持9哥使用阿萨布鲁道具担任28猪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选购精选商品。真是的，我今天本来想要吃个甜点的，结果妈我铜锣烧发霉了，困，这只是放2天而已。Hillary Lin 说，聊天室被老是骂民进党支持者怎么样？好好了解民进党逻辑，才能在那个朝代末期的乱世好好活下去。我跟你讲，不是我要唱衰在野党，是实在是就任何科学逻辑推演看不出胜机。那个卢以6394说，那朱大有什么建议让28拿回来？有啊，你再下个200欧元，你订另外一集，我就告诉你有没有什么可能够让28拿回来。没有的话，干我屁事。今天这个题目是网友抖内200欧元定做出来的节目，我用的是已经被美国国防部封锁的 Fable 5的Cloud 模型做出来的，然后你现在在那边讲哦，你有什么建议？我他妈就要配合你哦！你当我是妈做免钱，我做义工是吧？不干，没这回事，就这样。来 ，Event 3975说感谢朱大分析，可惜柯阿贝太天真，黄老师太自我，蓝脑们还活在过去执政的平行时空，都没有了啦，都过去了啦。ARRU168 说支持朱大。Player 1212334，所以蓝白在2028是等于直接出局，连一点机会都没有。当然蓝也要大破大立，这个我就不介入了。你要听，你想要知道分析，抖多一点，我可以考虑。那不然呢？我今天做这一集，你以为我想做？我已经准备了很多关于稀土、关于台菜、关于这个美国现在动向的内容。ID 宝咖咖说，恭贺朱大感冒恢复，快恢复了，剩一点点。河畔微光说，洗脑教育真可怕，时代太成功了。我明天中午我要做台菜，真好吃。各位记得要来听。我希望那个时候干，那时候没有午餐吃嘞，靠北，我的生乳铜锣烧已经炸掉啦。好啦，河畔微光说洗脑教育真可怕，实在太成功了。华0514说觉得节目精彩，可以抖内一个目标75。出购物，谢谢你的抖内。JWCC 谢谢你抖内。出购物这个赠送了10个万松事务所的汇集。Willy 欧打2324说这个欢迎加入小宅。华哥又说记得帮朱璇直播影片按赞。坏掉龙九说传统媒体广告收入无法撑起经营，所以执政者就可以听话的给标案养你，不听话的卡你执照，连中天也得乖啊。华0514说，华哥说国民党对手永远是自己人，内部不团结，情愿让对手赢，也要咬死自己人。都是这样子啊，不然怎么样 ？Charles Cole 说，报告朱大大，听完这一集之后，让我又沮丧了。对于蓝白在野党，真的恨铁不成钢。我强烈建议你去骑脚踏车，你可以去看看划龙舟。今天我跟公民 V 在拍短影音的时候呢。还有在那个河滨公园遇到网友，还跟他打招呼，他说：“哎，朱大，我说嗨，你好。”希望大家多做运动。
好不好？梅斯阿卡赛子说，君业饭店还出现梗图，他笑你心里发寒，然后还会念你简讯，我都这样亏我朋友，赠你亲戚。欢叫龙九说，当天被袭胸摸手收的土条 QQ。芬瑞说，出大这个循环第一要素，面试台湾候选人当为国家，他们需要一面倒的绿营，不断授权的绿营，黑手在此，那可以啦。蔡兆和医务人员加油，出大加油，希望你病好了。刘梯两说，难忘2颗子弹，可惜剧本定好了，打不死海角7亿的灾星。这个 James Chen 说，今天说了好多真相啊，这个是人家定做的分析的内容啊，我没有任何立场啊。身为顾问，该分析的就是分析的。刘梯两说，可惜陈进兴当初没有开枪，不然说不定就改变历史了。华0514说，一个小目标75元起，50能助播，斗内量力而为。查理说，出大晚上好，祝身体健康平安。可否推荐动画或漫画你心目中5大神作？最近超人福利连，我最近刚要把小书痴的下对上看完，然后我最近还有看一本，那个佐佐木与文鸟小 B。然后还有异修罗，还有山上雾是吧？还是3条雾？不对，山上雾。那个转生成史莱姆又怎样？还有黄泉使者。Eason TW， 谢谢你的抖内。好了，我们要进这个最后一章了。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晚上已经把这个机器的4个齿轮呢，一个一个分析给各位看了。但问题是，所有的事情呢都有解决方案，只是你不一定想得到而已。来，道德存款是民进党30年的本金加复利，加上课纲语言影视的长征，钢铁纪律新潮流的列宁式组织，加上选举党把胜利当成唯一信仰，制空权对外垄断西方想象，对内又标案驯化媒体，对手的自杀，蓝白30年如一日的分裂内斗泡沫化，4个关键点咬在一起，就是为什么一个只拿40%选票的政党，可以让另外60%的人拿他没办法。讲到这里，事情也很清楚了吧？但是如果今天这一集只讲到这里，那就只是一篇民进党好强的分析文。万事通事务所不做这种东西，因为任何一台机器再精密，都有一个它最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往往就藏在它最强的地方。我要告诉各位，这台机器最近开始生锈了。我把这个现象叫做国民党化。各位同学，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回想一下，当年的国民党是怎么垮的？他执政太久，资源太多，党产太肥，人才养在温室里，慢慢就腐化了、僵化了，跟人民脱节了。一个曾经打天下的革命政党，变成一个躺在功劳簿上分赃的执政集团。民进党现在正在重演这个剧本。他执政太久了，从2016年到现在连续执政，权力在手上握久了，那个当年反抗者的饥饿感没了。当年那群坐过牢、流过血的理想主义者，老的老，退的退，现在这台机器里面，越来越多的是这套系统里面长出来的，没有经过街头淬炼的技术官僚跟分赃者。我们第3章讲的曾文生跟陈明文，其实就是这个现象的缩影。当为党牺牲必有奖赏变成常态了，这台机器吸引来的就不再是理想主义者了，而是来分一杯羹的人。道德存款的本金呢，被提领的差不多了，新存进来的越来越少。各位，这个华哥刚讲，我们这边才800多个赞啊！你好不容易今天我准备了这么久，网友特别指定抖内也做了这一集，麻烦你让更多人看到，记得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好吗？这个至少让他破个1000吧。来，这个 Turing 能源法币化，也谢谢你在 TikTok 的抖内哦。所以嘞，现在被机器吸引来的不再是理想主义者了，更糟糕的是，民进党这块招牌能拿出来打的牌越来越单一，几乎只剩下一张，叫做抗中保台。
各位同学，抗中保台这张牌过去很好用，因为对岸的压力是真的，台湾人的焦虑是真的。只要把选举变成你是要保护台湾，还是要被中国并吞的2选1，那4成基本盘就会死死的粘在民进党身上。但是这张牌呢，现在开始失灵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变了，因为川普回来了。我们来看最近这几个查得到的事实啊。第一，关税，2025年川普政府对台湾课征高额的对等关税，台湾的税率呢变成有史以来对美国销售最高的一个时代。然后呢，根据报道啊，台湾被抽的税甚至比日本、韩国还要高。各位同学，抗中保台的潜台词一直是美国会挺我们，结果现在那个你以为会挺你的老大哥，回头就给你一记关税重拳。第二，晶片，川普公开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说成是偷走了美国的晶片生意，他甚至威胁要对晶片科重税。各位同学，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是抗中保台论述里面最重要的筹码之一。你打我，全世界的晶片供应链就断。结果现在美国总统说这座神山是偷他的。第三，华哥说了，如果按赞到900，我们再冲汇集啦。各位赶快按个赞了，尤其你现在如果还没有汇集的话，这个可以开心心。我们汇集有一些专属的影片，譬如说宵夜什么东西，你可以看到，麻烦赶快过去看我们也接下来你也可以看到之前的读书报告，也是可以给各位固定来观看的，好吗？来，第三，军售。川普一边卖武器给台湾，一边把对台军售讲成是跟中国谈判桌上的筹码。筹码是什么意思？筹码就是可以拿来交易，可以拿来换东西的。当你变成别人桌上的筹码，你的命运就不在自己手上了。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看出问题了吗？抗中保台的这套论述的整个地基是建立在美国是坚定盟友这个假设上了。可是川普的美国是一个美国优先，把一切都拿来交易的美国。当盟友变成生意对手，当保护变成收保护费，当神山变成偷来的东西，抗中保台这4个字就都不准了。民进党陷入一个他从来没遇到过的困境，他最强的招牌遇到了一个他无法用这个招牌应付的对手。他可以抗中，但他没办法抗川普，因为川普理论上是他的盟友。于是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的民调，坐了一趟云霄飞车。刚上任的2024年中蜜月期，满意度有5成上下，然后一路下滑到2025年中跌到谷底，有民调机构测到只剩28%。注意，这每一个数字我都看的是有署名的民调机构 TVBS、美丽岛这些，不是网络投票。到了2026年又缓慢回升到4成上下。各位同学，这条 V 型的曲线告诉你什么？它告诉你，那个曾经稳如泰山的4成基本盘开始松动了，它会掉到2字头，代表连一部分原本支持的人都开始动摇。这台机器第一次发出了引擎运转不顺的杂音。所以讲到这里，我要下今天的结论了。我用3句话但是网友一直叫我要贴狗皮膏药，好，那就让我贴了吧。各位，这个是微信跟支付宝，还有我们的绿界等等等等。这个1元不嫌少，1000元100元不嫌多啦。好啦，所以我继续往下讲第一句，真相是民进党从来不是因为他高尚而已，他赢是因为他把夺取并保有权利当成唯一的信仰。并且愿意付出对手不愿意付的代价，他把道德存起来，用道德立纪律养媒体，等对手自杀。这是一套极其有效、极其专业的权力技术。这个真相对讨厌他的人来说很伤人，但它是真的。第二，但所有的东西都有代价。
这就是等价交换。民进党用连续执政换来了今天的庞大，但庞大的代价就是饥饿感的消失，理想的稀释，人才的耗尽。他正在变成他当年最痛恨的那个对手，那个又肥又僵躺在功劳簿上的国民党，而他赖以为生的那张抗中保台王牌，碰上川普这个变数，第一次失灵了。第三句呢？所以，各位不要以为这台机器永远无敌，它不是。它现在正站在一个他自己亲手打造的陷阱前面，它太成功了，成功到开始腐化。它太依赖单一招牌，依赖到环境一变就措手不及。那它会不会垮？我不做预言，我只给各位一个冷静的判断。一台机器越精密，它能应付的环境就越单一。当环境剧烈改变的时候，最精密的那台机器往往死得最快，因为它的每一个零件都是为了旧的环境而最佳化的。民进党这台机器是为了对抗国民党、对抗中国、依赖美国这个旧环境最佳化到极致的产物。现在国民党已经弱到不太需要对抗了，他自己打自己都打不完，你就在旁边看着笑就好了。你没有看到，请各位仔细看，民进党的主力没有一个人去碰马英九，你他妈要不要看清楚？都是一些人渣败类在那边自己打来打去，民进党的主力、民进党打团根本碰都不碰。他觉得，我们太高级了，我们没有必要去碰人家家务事。你有听到赖清德在讲马英九吗？你有听到蔡英文在讲马英九吗？你有听到卓荣泰在讲马英九吗？不用，因为你自己打得死去活来，民进党乐见。他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些下三滥的手段，而下三滥的手段呢，交给他们自己人去打。你看我们在旁边旁观看得多好笑，是不是？民进党现在的运作已经靠国民党自己烂掉、自己爆炸就够了，他根本就淌选了，他根本就淌选，多开心！而中国的策略也在变，美国那个原先民进党最大的依靠变成了川普，旧的环境呢正在崩解。那台为了旧环境打造的精密到可怕的机器，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要面对一个它的设计里从来没有预想过的世界。所以邱毅人才出来呀！你各位还有人在那边质疑邱毅人为什么要出来？邱毅人本来就躲得好好，他为什么要出来？因为搞不定，因为世界各国智库不相信赖清德，所以变成邱毅人要出来讲说：大家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我兄弟，这我们自己好同学、好朋友、好党员。所以邱毅人要出来，表示有很大的危机。这是一个除了邱毅人出来之后镇压不动的一个系统。各位同学，民进党会不会赢下去？答案不在民进党身上，也不在对岸身上，答案在两个地方：一个在那台机器能不能在腐化之前长出新的引擎。另外一个，在他的对手蓝白能不能够停止自杀？这两件事情，目前看起来都没有发生，而且我觉得也不会发生了。各位在26个赞就冲破900，就可以再抽一大堆的会员了，请各位赶快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所以啊，这场戏还会演下去。而你在听直播的各位，不要当那个被机器的轰鸣声吓到，或是被它的光环迷惑的观众，你要当那个看得懂整个机器跟齿轮怎么运转的人，因为看懂一个
机器是有一天能够超越它的唯一的起点。而今天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在青花叶的赞助跟点播之下，我们往那个方向迈进了一点点。唉，我这样讲，吴乃仁也不是爆炸啦，各位懂得要看门道啊。吴乃仁是要出来走一遭，出来走一遭之后，相信我，他1亿多的钱很快就赔完了，台糖就跟他和解了啦。你不要以为什么哇了不起，好棒棒，没有，不好意思，莫以无。吴乃仁现在做的动作都是走一遭，他又不是没被关过，天气热他就蹲个10几天，钓到的钱，大家支持他就好了。Eason TW66 谢你的抖内，火星 W 说祝福朱大宇重宅平安健康。Eagle W1X 说朱大还是适合讲政治，这集很棒。这个没有网友抖内，我是不会做这一题的。这有什么好做的？我每一个内容我都清楚，但问题是我要让大家理解到底为什么，那就是有人要下定，要定做，就这么简单。芬瑞说：“报告出大，民进党在台南、关田与善化这些地方，基层服务已经官僚化，都在帮公部门说话。我是微问，他当然帮公部门说话，因为下一任还是民进党啊。你在台南，你帮国民党说话，你有病是吧？”谢谢 EM 送出250颗宝石的红牌，我在每个多元宇宙看着你，是不是？老朱小心。这个，当你在凝视党，党也正在凝视你。哎呀，我说的是党的真相，好不好？我说的是党必胜。这个好，这个华哥说啊，完成超过900赞了，是不是？好啊，没问题啊。所以啦，你也不要替吴乃仁担心，好不好？说吴乃仁得了什么？得了讲什么？谢谢华哥抖内了20个会籍，不是想不开了。吴乃仁说他得什么严重帕金森氏症，是不是？但是我记得我进北监的时候，他还跟检察官在吃饭呢。干，我进北监的时候，那个负责收我的那个检察官，就是妈跟他吃饭那个姓徐的检察官啊。专心艺术，来，我今天特别回答你一下。什么叫舍得刮胡子？你他妈的有没有人性？我是母丧啊，这是人伦之情啊！我已经用了最基本的方式表达我的哀痛。我办完告别式我才刮胡子，叫舍得刮胡子？你他妈是不是人？你爸妈死了，你留不留胡子？你不能剪头发，你不能刮胡子，你知道吗？每次都有遇到这种智障，我不想讲，你就当我妈没事留胡子，是不是？抱歉，真不知道。你娘嘞！到了我这个年纪，忽然开始留胡子，你以为是什么？不是家里要带重孝，怎么会忽然留胡子？你当我很开心吗？没有社会常识，要有知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请你一辈子记得：50岁的人如果忽然之间开始留胡子，多半是家有重孝。你不要开口问也就算了，自以为幽默，在那边耍智障。别多说，我也没有要多说，我这件事情都没有公开，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这才是传统，好吗？以前守丧要守3年嘞。我是因为家母临终的时候告诉我说一切如常，你继续做该做的事情，不要待在医院陪他，所以我才每天继续做直播，不然我连直播都不该做，我连节目都不该做了。但既然有老人家的遗训，我们一定照着做啊。所以啊，各位，我们低调，我们希望如常。不代表你可以骑到我头上来，对吗？刘梯两说他2年前留胡子也是因为如此，你就别讲了。
我跟你讲，基本上我觉得，除非你是狼心狗肺，否则不可能不懂。你他妈觉得很好笑是不是？你家试试看啊，随便这个东西我就不要深究了。Violence 说好久没跟上，哎，是没错啦。芬瑞说初大不是的，不是这样子哦，都不替陈先生说话，只替官方说话，在台南市不是很恐怖哟。下一届一定是陈廷飞啊！操你妈，他不替官方说话，替你说话哦，他不要继续工作了是不是？那跟你讲没听懂。所以啊，我跟你讲，我今天就这样子了。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我告诉你一个答案，而且我多半我的预言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很抱歉，就是这样子。科学告诉你，逻辑分析是这个结果，那你就不要再多讲了，好吗？你要激励人心也好，麻烦你去学习人家痛定思痛。你如果要想办法改变这个社会，你就再努力一点。你今天只是在留言那边讲说，哎呀，我觉得大家不要上自己志气，这个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问题是人家就威风啊，人家就威风啊，你有什么好说的？那你不面对人家的威风，你要怎么讲呢？你要怎么讲呢？所以呀、陶演说什么红钱定制得多少？没有，我们一律就是$200啊，不，更正$200啊，欧元是 depends。所以这个无量光寿说祝福猪妈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谢谢你。Violet 说好久没跟上，而且如果家里有人过世，你就知道后面有很多事情要忙很长一段时间，除户啦、遗产分割啦、遗产继承啦，等等等等等等。我希望各位都不要遇到这个问题，可是遇到之后你要想办法，好不好？这个就多多加油吧，多多加油吧。所以好，等一下，各位开始投票啦！我要看看斗内的红钱状况怎么样。来，今天的内容，如果觉得内容赞，讲的也赞的，请投1；如果觉得内容好，讲的不好的，请投2；如果觉得内容跟讲都不好的话，请投3。我们来看一看啊，顺便我来看一看这个斗内的状况如何。很好，我再看支付宝有没有。来，支付宝有一个网友，这个什么什么学，咱们有经验的中年人都明白忽然蓄胡的缘由。对啦，谢谢什么什么学，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不想讲，因为你干嘛呢？趁机捞一票嘛，也没有啊，我也不需要大家都来拈香，知道就知道，懂就懂。要联络就联络了，那其他没有关系，我没有怪任何人，该不该有没有去不去来不来都是。这个什么什么学说放台湾一路自毁下去，对中是好事吗？啊，就那是不是我们能影响的决策嘛？什么什么明说抖1元不知道是否会扣手续费，我不知道啊，也许扣在你那边呢。来，这网友是谁啊？他说他第一次知道民进党党史，我看一下，我要知道他是谁哦，什么晴，应该是个妹子。好的，谢谢这位正妹。然后也有什么赵，这个网友很够意思，都是闷不吭声不留言。那也希望你一切平安，好不好？对啊，CUV 要呛没错，要努力一切如常啦，就是继续过下去，好不好？10年生死两茫茫，不是适用在这里，那是苏轼讲他老婆的，好不好？来，好，这个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这样子了，就不用多说，好不好？来 ，Angela CY 物说好残酷的内容，但蓝学不会，没关系，我这个也不是为了要任何人学会的，是我刚还是讲有网友很认真，他说他就是想要知道，他明明已经知道，但他想要看一个逻辑化的分析推演，好不好？这个就只能这样子。但华哥最后说1000赞再抽10个汇集，这个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要下工啦。好了，各位，我们最后还是跟各位很理性的讲，理解你的对手，然后改进你的缺陷，也许有一天你会找到胜利的可能跟方向。但如果你永远不愿意理解，永远不愿意打下去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好吧，请大家各位多多努力啦。我们只告诉你说，在乱世之中，求自己生存最重要，就不要多说了，好不好？那个你不要永远都为这个世界牺牲啦，因为这个世界不会感谢你的。我们看得很清楚，请各位多多努力，好吗？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也谢谢华哥说要到1000抽奖，但是我得要回去陪小孩了。那请各位多多努力，我们用知识来解救自己，好吗？那谢谢大家。